人类发展到今天，至少已经有了5000年的历史。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，世界上有很多巧合，让人惊心，不得不让人怀疑，在它背后是否有人控制着历史的走向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世界上那些惊人的巧合。文明的起源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华夏正好处于炎帝、黄帝的时代，而在西方也正在建造他们的金字塔。两者虽然说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物，但一样的是，在同一时间点上，两者却分别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起源。大洪水。大家还记得大禹治水吗？虽说大禹治水不是史实，只是神话，是经过不断的演变被后人当成了古史，但在3000多年前，华夏确实发生过一次大洪水，而根据史学家考证，也是在3000年前左右，西方也爆发一次大洪水。不同的是，我们是大禹治水，而西方则是诺亚方舟。阴历。说起阴历，那不知大家知不知道，除了我国的阴历，古巴比伦也有自己的阴历。在公元前2000年到1800年左右，古巴比伦创建了太阴历。这个太阴历与当时中国夏朝所使用的阴历不仅同时，并且每隔2到3年至一闰月，二者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诗经与荷马史诗。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它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，也就是前11世纪到前6世纪，共311篇。它反映了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，甚至是天象、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方方面面。而在它产生的时代，恰巧同时在西方也诞生了这样的名著《荷马史诗》。可以说，诗经是中国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等的起源，而同样，荷马史诗也是很多西方文学的起源。这是不是很巧？百家争鸣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在我们华夏可谓是百家争鸣，其中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，可以归纳为12家。而在同一时期，西方也产生了诸多流派、诸多的思想文化。打个比方，在文化上，我们有孔子、墨子、老子、庄子等等。而古罗马也出现了很多大学问家，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等。在军事上，西方有波斯居鲁士王、马其顿亚历山大帝，我们则有孙武、吴起、孙膑等等。仿佛在同一时间，文化就出现了一个大爆发，给我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宽广的基础。孔子与释迦牟尼。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，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，更是开创了儒家文化。而在北印度也有这样一位名人，那就是释迦牟尼。他们两人年龄虽然相差了14岁，但相同的是，他们一个开创了延续3000余年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，一个创建了世界上最大宗教之一佛教。两人一东一西，一儒一佛，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汉朝与罗马的覆灭。公元4世纪，中国正值五胡乱中原，西晋王朝覆灭，而在西方，他们也在遭遇入侵，最终致使大罗马帝国崩溃。公元398年，中国分裂成南北朝对立，而罗马分裂为了东西罗马，两者仅仅相差3年。唐朝与阿拉伯帝国。公元632年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统一全国，建立了唐朝。唐朝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较为昌盛的时期，我们熟悉的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都是出自这个朝代。而在这个时期，西方穆罕默德进攻麦加城，创建了阿拉伯帝国，两国分别雄踞东西方，他们同样的强大，同样的繁荣，疆域也同样的宽广，两者都想对外扩张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金兵南侵与十字军东征。欧洲组织十字军东征阿拉伯，与中国金兵南侵宋朝可以说几乎同时，均起于12世纪初，蔓延了200年，结束于13世纪末。如果仅是这样也没什么，但相同的是，两者都是野蛮民族入侵导致的国家的覆灭。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。在历史上，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重合。康熙14岁继位，然后智擒鳌拜，夺回了政权。彼得大帝10岁继位，在政治斗争中打败了索菲亚，夺回了政权。康熙凭三藩统一台湾，驱杀俄，大破准噶尔，四处征战，建立了不朽功绩。彼得进攻土耳其，进攻瑞典，平定内乱，将俄国有一个内陆国变为了又有波罗的海出口的大帝国。可以说两人的轨迹极为相似，但彼得要比康熙晚登基20年，只是相继去世。彼得大帝开创了俄罗斯帝国，而康熙则开创了一个盛世。大家看完这些，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？仿佛一旦有大事发生，东西方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让人琢磨不透，仿佛在这背后有一双大手在操控这一切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一年就365天，出现一个巧合很正常。再者，当时的称霸者都会选择一个好日子登基，相对于星象学来说，推算到同一个好日子不是太难。至于大家最后怎么看，这就要看大家的想法了。好了，我是叹为观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